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川普总统他任内第二个任内的第2次国事访问抵达了英国。我们看到呢，这是7月他访问过英国，很快的2个多月之后，他又到英国去，果然是他最好的兄弟。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抗议者是如影随形。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说是有近100名示威者前往温莎堡的外头抗议川普的到访，他们高呼离开英国，英国不欢迎你，像这样子的口号，并且展示了印有川普跟已故的这个银媒富商合照的巨型横幅。警方呢也在现场逮人，说是逮捕了4个人。那抗议团体呢说，礼拜3他们还会去伦敦再度展开另外一场抗议，那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英国有美侨派对嘛那这个就是要欢迎川普来到，可是呢也被闹场。我们看到呢，有一些人就呛美国说：“你看看，你踩着加萨人民的血发大财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加萨现在真的非常的惨。这本来是一个 party 这个欢迎晚宴，可是这些人就拿着这个标语冲进来指控他像是他们说宝贝，钻吧，宝贝这个是2008年的时候，共和党他们在做的一个宣传口号，讲的是要挖石油发大财，像这样子的口号那钻石油挖石油这个也是凸显了共和党他们自己的这个目标嘛就是要用这个所谓的油气来发大财。可是呢，我们看到到底杀戮多少人？加萨的这个走廊上面，我们看到的的确确，现在很多人还在受苦。而全世界对于川普的态度又是什么呢？说是日本南韩这些盟友言听计从，可是现在恐怕他们要 say no 了。包括美国本来敦促这些盟友要对中国跟印度大幅增加关税，日本拒绝了。他说我们很难做到不是说你叫我干嘛我就得干嘛呀。包括日本政府也乐见美国调降车税，因为企业的负担非常的重。而面对川普的高关税，我们看到日本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第一次派专任的代表常驻 WTO 他目的应该是要强化跟这个日内瓦的这个团队跟欧洲的紧密连结。而首尔也一样，他拒绝乖乖听话照做他们希望川普可以调降税率到15%。韩国的官员就说我们没有办法照单全收我们的企业到美国去是要赚钱，我不能让你予取予求。那现在呢大家都喊出了不愿意继续合作，包括这件事情让南韩人特别感冒。300名公民记得吗？那一幕真的很羞辱被这个上了手铐脚镣，被拘押，然后遣送回南韩讲的是这些工人到美国去工作那就说没有这个各种的这个工作证南韩的外交部长非常生气，说你们做得太过分了，你们美国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跟我们保持良好合作的国家。另一方面呢，他启程到中国去他会跟中国的外长王毅见面。而另外我们看到美中的经贸角力当然都还在持续中。中国大陆呢，他先发制人，他做了3连击，包括3天3反，揭开半导体博弈的新阶段。哪3反呢？反倾销剑指传统的晶片，反歧视它就直接剑指高阶的封锁。另外反托拉斯它是拷问，针对的是辉达这个高阶的晶片。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贝森特，他就说美国可能有希望在11月前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恐怕在今年他预估会减少30%对中的逆差这个是包括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都在说的话可是呢，是不是只是放话而已呢？我们看到最后恐怕是要川习会了，因为这个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讲了好久现在又有一个传闻说，川普打算访问北京跟上海，而且呢，已经进入最后的安排。中国大陆这里会买500架的波音客机，不过现在都还是媒体的报道阶段。来请教老师。川普很明显的非常享受到英国去接受英国这种讨好式的英国皇室皇家这种讨好式的热情的款待因为英国的皇家在第一次的国事访问的时候，让他坐那个南瓜车，还有一堆骑兵在那边开导，然后呢享受这种温莎这个公爵
他们本身在温莎城堡里面的那种豪华的、华丽的殖民主义时代从世界各国掠夺来的黄金、金银财宝所镶成的那个华丽的皇宫，他很享受徜徉在这个讨好式的崇拜中，所以他觉得意犹未尽，一次不够，再去一次，再一次，这个很罕见哦。所以他是主动的要求你英国再来给我搞一次。所以英国的皇室又是巴结式的、讨好式的啊，去做这个公关，来满足川普的胃口。那英国的媒体就开始嘲笑他们自己的皇室，也嘲笑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说，满足了，然后呢？然后川普哪一天啊，心情又来了啊，又开始对英国有什么意见？你难道还要再办第3次的这种讨好式的这种欢迎吗？那你英国的皇室不是变成全世界的笑话？那英国的政府只会用这一招，已经没有别招了吗？你没有办法用对等相待的方法，用国与国之间的方式获得尊重来去谈判吗？我们看到英国的政府也好，英国的皇室已经被英国自己的媒体在嘲笑了。那现在英国的更多的反川普的人士开始抗争。现在川普在盟国之间所到之处，除了亚洲国家啊，在欧洲国家、西方国家，他所到之处都是抗议的声音，都是反对的声音。他连带的也使整个欧洲的他的盟友，欧洲的不含亚洲的啊，欧洲的盟友，他们的这些政客连带的受到他们的人民的谴责。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于加沙地区以色列人屠杀加沙人的这个种族灭绝的行为，他们双重标准，他们视若无睹，然后他们非常温柔的说：“我会制裁你哦，如果你再不听话的话，你如果再不停止你的屠刀啊，我会取消你的这个最惠国待遇。”这是轻到不成比例的轻，所以整个欧洲的人民对他们的政客的对于以色列的双重标准，他们基本上都是谴责的，连带的影响他们的这些领导人，也使全世界从非洲到亚洲到拉丁美洲碰到西方人，就说你不要再说教了，你闭上你的鸟嘴，你不要再当教师爷了，你没有资格对我们说教，没有资格说指指点点的，你的人权标准是如此的不堪，这些使欧美的国家在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彭博说中国要买500架波音，那我们的问题是美国拿出什么东西来交换？所以目前大家的推断很有可能会回到2020年的第一次中美的协议，也就是川普任内所签的中美协议。那很有可能从这个基础来做改良。换言之，也就是说，中美的贸易相当有可能回到2018年之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的盟国全部都哭出来了。真的，海斌哥。老实讲，所有的国家里头，川普算是对英国最好，对，但是他也克了他10%的税。是啊，对啊，所以即使他去英国都到处遭遇抗议，你现在让他去欧洲看看，我看他到每一国都会被人家骂，这很正常，因为他对欧洲苛刻多了。所以他在全世界到处树敌嘛。然后你到处树敌也就算，你去克人家关税也就算，你还要这些国家跟你一起联合去克中国关税，我觉得这到底是怎么想的？其实第一个。人家你克我关税我已经很惨，我再去克中国大陆关税，我跟他之间贸易额也降，那我不是倒大霉，我的经济不是整个萎缩？人家为什么要帮你做这件事？你又对我又没有比较好。第二个，我觉得美国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因为你一旦做出这一种动作，这代表这等于在昭告全世界，就是他单独一个对付不了中国。其实他等于在讲这件事啊，因为他如果有本事1对1就干倒中国大陆的话，他何必要别人来帮他？所以他现在必须要求欧洲这些国家，日本、韩国，你们全部一起上，帮我去对中印课税，那就表示你美国一国奈何不了他们嘛。那你越是这样被人家看破手脚，人家就越不会听你。那实际上你也是在强人所难，因为整个你美国克我关税已经让我经济萎缩了，那我现在再去自动萎缩我跟其他国家经济，那我不是找死？所以我觉得川普把事情都想得太简单，觉得好像靠美国的权力就可以压制别人。而且你要叫人家帮你，你又不给人家面子，你叫韩国去投资，然后把韩国人根本当奴隶一样对待，对啊，对吧？然后现在吓得韩国人都不敢去，
而且现在整个建厂投资全部延宕下来，为什么？因为人家也是人，他也会怕。我怎么知道我派一批新的人过去，你会不会对他怎样？虽然川普已经讲说不会，我们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但谁知道你会不会？没有人知道你会不会，因为你连对美国自己人都不太手软，你对外国人会比较客气吗？谁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川普如果没有办法给人一个定性的感觉的话，他这一招我觉得在国际上会让美国的空间自己越来越小。那现在呢，贝森特又在讲了，今年11月可望谈成了。然后还减少30%对中逆差，它会不会减少对中逆差？我认为会，当然会，因为你们整个贸易都萎缩了嘛，所以当然会减少逆差。实际上，今年光上半年，中美之间贸易已经大幅萎缩9%多了，那下半年应该萎缩的更厉害。那可是你知道同期中国大陆出超反而增多，对，它卖到其他地方。对，它去年一整年对外出超将近1兆美金。他今年光上半年已经5600多亿美金了，所以估计他今年对世界各地出招可能更多。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你美国用这招治不了它，反而让你自己的经济萎缩，中国大陆反而拓展了其他市场。那川普还要继续用这一招吗？你还想中国大陆跟你买500架飞机？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如果中国大陆不卖你稀土，我跟你买500-900架飞机你也做不出来。他没想过这件事吗？对，是。来，请教将军。我想现在全世界除了我们台湾之外，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大概都在以美那我们先不谈日韩，我们看中东地区这个美国自己纵容以色列去轰炸卡达之后中东地区他们掀起了说要组织一个阿拉伯这个类似北约的这种组织有一个国家被打，其他国家都要协力来帮忙。那就是很标准。你说卡达这次被以色列攻击，如果不是背后有美国纵容，甚至于协助来讲的话，怎么可能？那卡达前一阵子我们还看到他送川普一架747的这个飞机给川普，那他照样打你。你说还有哪个国家会对美国不再这个有这种怀疑，或者是有不再以美那日韩当然更不用讲。我想说，日韩除了说是在经贸上面来讲的话，美国虽然说是日韩是他忠实的盟友这个提供你美军在这边驻军，包括韩国跟日本都提供你美军驻军。那在这种状况下，你对日韩还是苛征到这么高的关税，甚至于对韩国的这些公民因为这些公民是大概是这个目前知道大概是这些母公司到因为母公司到日本去这个投资去设厂，所以他们要派一些技术人员到那边去指导去那个。那因为这个签证延期的关系，就居然被用手铐脚镣，甚至于这个腰部都用铁链绑起来，跟捆绑死刑犯一样。那确实是非常的羞辱人。那试问一下，在这种状况之下，那日本跟韩国这个难道你们不生气，你们还会不怀疑美国吗？那之所以说讲到习近平跟川普的见面，我个人认为是可能性极高了为什么我这样认为呢？因为我们前一阵子看到这个2个国家这个防长当然美国现在叫战争部了这个赫克塞斯跟这个董军已经通过电话了那另外来讲的话，2个国家外交部长也互相通过电话。那尤其是这次这个在经贸上面谈判听说 TikTok 不是听说了，确定了 TikTok 也谈出一个这个交易的一个框架，大概也谈出来。那从这几个迹象，我觉得说是已经双方有朝解冰的方向。但是我们台湾要特别担心的事情是说，这个当中川习2个人见面的时候，我们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是只是一个棋子呢，还是餐桌上的 menu 让人家这个予取予予，只是谈判的一个棋子？那我们台湾特别要注意，不要在这个时候被这个美国出卖掉，因为我们大家都担心美国川普来讲，他纯粹就是交易的性格，那会不会将我们台湾交易出去？尤其是说这个中国同意买500架波音飞机，看得我真的是心惊胆跳。那背后川普要付出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让中国愿意买他500架波音的飞机？是。我们再来看看以色列现在他更加积极的攻打加萨了，在20分钟之内打击37次，可以想象这个战火之猛烈的我们还看到呢，包括他部署了携带炸药的机器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城市的上空盘旋，持续开火，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加萨的这些居民到底境况如何，他们面对什么样的一个处境。纳坦雅胡他现在说没关系啊，你现在欧洲国家，你现在世界好多国家都在谴责我们，你孤立我们，
OK 啊，你来孤立看看，我们来看看。I just said this in another meeting, and they said, "Oh, Israel is isolated. Israel can't break out of the siege." And I said, "We will. Pretty good at producing weapons, like intelligence. But do you have cell phones? You have cell phones here? Yeah. You're holding a piece of Israel right there. So those in Western Europe who think they can deny us things will not succeed." 他非常强硬，他说：“你有手机吧？如果你手上有手机，你就是握着一块以色列，这什么意思？表面上好像是说我们以色列的科技很棒啊，你离不开。可是实际上有没有可能在指监听呢？他可能无所不在的一个军事上面的情报的网络，牢牢的把你给框住。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纳坦雅胡，他指控中国等国操控媒体我们看到呢，他的说法是中国正透过西方世界和美国的社交媒体组织针对以色列合法性的攻击，我们必须用自己的方式反击他现在在剑指中国了美国的国务院这么讲，他说加萨人值得更好的未来，那现在这些人怎么办？你要把他全部消灭吗？我不知道，但只有哈马斯被消灭，更好的未来才会展开。问题是你要消灭到何时？什么才叫做全部被消灭呢？以色列可以信任我们的坚定支持，所以美国的立场非常清楚，以色列视若无睹对于很多的侵犯卡达领土啊、轰炸人家大楼这些事情啊以色列完全违反了国际法还有联合国宪章所以当然像中国还有其他世界各国对这个事情来谴责，强烈的谴责那可是呢看起来以色列非常强硬，他说没关系啊，随便你们啊，你来看看我们以色列的厉害，现在的世界态势是这样。那美国呢，一方面对于中南美洲布下了重兵，我们看到美国在委内瑞拉附近处于全面的戒备状态，全面的战备状态，一共有140枚的战斧、巡航飞弹、F-35战斗机，用于降落的鱼鹰禽转这个旋翼机，以及各种的这个战斗机，加上2000多名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看起来要大干一场川普就讲说，我们在这里已经集成了3艘船，他们都是运毒船，因为有些媒体报道2艘嘛，川普还纠正说不是2艘，是3艘。那国务卿 Rubio 是这样讲，他说你贩毒到我美国，你就是在干涉美国的内政，威胁我们美国人的国家安全，所以我出兵也是刚好而已。而我们看到地缘政治经济报告的创办人班诺顿，他就说，为什么川普要死咬委内瑞拉呢？因为呢，他们在打击拉丁美洲所有的独立的左翼政府，要傀儡扶持一个傀儡政权寡头统治的傀儡政权，然后服务美国企业利益。而另外，我们看到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他就说你这个美国炸我们的这些船，然后说它是毒品船想要搞政权的更替那一套，所以表面上是要打击毒品、打击走私消灭毒枭，可是是不是要做一个政权上面的来颠覆呢？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中美在拉美之间还在角力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一方面批准秘鲁出售 F-16战机给秘鲁嘛总共这个我们看到交易金额是34.2亿。那拉拢秘鲁的同时，他对委内瑞拉军事镇压、威压而我们看到纽约联合国大会下个礼拜就要登场了。巴西最近跟美国的关系很差，所以你看到他们的官员连 visa 都拿不到，现在还在等说我们的 visa 还没下来，我们怎么过去嘞？而路透社已经讲了这个继巴拿马之后呢，华府也就是美国，他想要做什么呢？削弱北京的全球海权影响。大家知道，不管是空中，不管是海上，其实这个大国的进驻无所不在。所以呢，他们担心华府担心中国可能利用对港口的掌控进行情搜，取得军事优势所以他们不断的在防那现在也都在这个斗争当中。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东航，他宣布说他们打算要开启上海到阿根廷，这在南美洲的一个航线。哇，这个航线很长单程要飞29个小时，那个是挑战世界最长的航线他们说这是连接上海跟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子的2个城市之间的这个飞航29个小时，哇，做到这个可能很辛苦啦。好，
来，老师，我在想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哈，因为对于内塔尼亚胡，中国大陆的谴责，他是5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一个安全理事国常任的，他谴责这个以色列。为什么以色列中国大陆要这么强烈的谴责？第一个就是以色列对于卡达的攻击，卡达本身它正在极力斡旋美国、以色列、哈马斯、巴勒斯坦等这4个地方的停火协议，所以它来的是使者谈判。我们常讲说这个不斩来使嘛，两军交战不杀来使，这第一个。第二个，卡达是有贡献的，他是在做斡旋的工作的。第三个就是你侵犯一个国家主权，你干了这种事，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卡达希望联合国的5大常任理事国有人帮他讲话，美国人不可能嘛。那俄国人现在还是需要跟以色列维持好的关系，其他的欧洲的英国啊、法国等，那怎么可能呢？那这个时候中国大陆站起来了，内塔尼亚胡恼羞成怒，气急败坏，这第一个。第二个，联合国在日内瓦的人权委员会刚刚通过一个决议，就是证实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区里面是种族灭绝主义，而且提供很多的证据。那提供了很多的证据的情形下，也就是已经断定了以色列的军人、国防部部长跟他的这个总理，他们是违反人权，而且违反种族灭绝主义，要移送到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然后卡达要在联合国的大会里面要求要冻结以色列的会员的资格。那中国大陆支持，好，以色列他就觉得认为说是你中国跟卡达在孤立我，然后他说我要跟你对干。坦白说，如果以色列真的要把中国视为敌人的话，他要想清楚，他还没这个能耐了。他把自己膨胀了，但是他没有这个能耐。不过当内塔尼亚胡讲完了以后，他的在野党、反对党全部都反对内塔尼亚胡的说法。他说，今天以色列在国际间被孤立，不是因为中国，不是因为卡达，是你内塔尼亚胡，你对于巴勒斯坦人这样的一个屠杀。所以你看，在以色列内部里面，就本身就是有不同意这个内塔尼亚胡动作的人跟声音嘛，这个才代表世界的良知。但是很遗憾的，我们看到的就是联合国的5大常任理事国中，欧美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敢谴责以色列，您说悲不悲哀啊？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中国东方航空啊，要开一条世界最长的航线呢，将军。其实我们经常讲说是陆权论、海权论哈。陆权论是麦金德讲的哈，这个英国的麦金德学者讲的；海权论是美国马汉讲的。其实还有一个空权论，你知道，空权论是意大利的杜黑哈他提的空权论。那我们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是一条商业上的航线啊，但是也展示出来，就是大陆来讲，它未来来讲，在全世界来讲，它都可以在空中利用这个跟各国之间的这种航运来讲，可以很快的交流。其实也未尝不是一个国力的一个展示啊。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美国在委内瑞拉这个动作，我觉得川普在耍宝。怎么讲？就像是这个卢比欧自己所讲的嘛，这是美国内政。内政来讲，你怎么会用军队呢？内政你应该用警察或者用海岸警卫队，就应该可以应付了嘛。那军队来讲的话，就像是我们要抓一个小偷，你用警车就足够，你怎么会用开战车去抓小偷呢？那不是很耗费兵力吗？另外来讲，这件事情多久了？我在这边跟各位报告3个礼拜了。这个我们怎么讲？这个《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叫做“兵贵拙速，未独巧之久矣”哈，就是用兵作战讲究的是很快，用最笨的方法，但是很快可以结束。我们看这个中东这个最后一次的这个中东战争6天结束，我们讲6日战争。这个美国波湾战争，这个去打伊拉克活捉海珊，100个小时结束。你现在在搞了3个礼拜，你是不是就是在那边海上耍花枪，给全世界看？看我们美军军力很庞大、很强大。
但是你这么一个舰队在海上飘荡了3个礼拜，我试问一下，你这官兵要不要休假？这是人呢，4000官兵要不要吃饭？油要不要烧油？好，船要不要烧油？这些都是耗费。难怪美国你再怎么样搞哈，这个国防预算再怎么样弄都不够的了。那我认为说，你就算是你现在目标你要推翻马杜罗，我跟你讲，你兵力也不够，你要不然就是像捉海山一样，直接用大军直接打进去。那我觉得8艘舰队又不够，可是你用这个8艘军舰去打这个运输船，打这个运毒的船，好像又拿大炮打小鸟哦，就像是开个战车去抓小偷一样。那你不是耗费这些兵力、耗费这些预算经费吗？所以我认为川普他纯粹只是这个没有任何一个作战计划，没有一个这个规划哈，他纯粹我认为他就是纯粹脑门子一热，想要展示他的军力。当然他想要推翻马杜罗，可是我觉得马杜罗跟当年的巴拿马的诺内加不一样，因为后面来讲有2个大国在支持他，一个是中国哈，因为中国需要跟他买油，另外俄罗斯也提供很多的跟他也有相关的邦交，他们不会做事不管的。所以我认为说这次最后这几艘军舰，我觉得川普到最后一定是灰头土脸，这个销声匿迹的，自己就把兵力拉回去了。那纯粹就是一个军事笑话给大家看，就鸣金收兵了。对。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请教彬哥。我觉得纳坦雅胡开这种地图炮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因为他现在树敌已经很多了。那这一些，你说中国大陆他有很积极的去对以色列采取什么动作吗？其实也还好，他就是谴责他嘛。中国大陆距离他那么远，也不太可能实质对以色列展开什么样的行动。那他特别去点名中国大陆，我是觉得蛮奇特的，而且我也看不出来中国大陆特别透过什么西方媒体或是网络平台去对以色列进行什么攻击，我是看不太出来。那现在根本就是全世界都在谴责，但是也仅止于谴责。然后你说西班牙这些国家说要制裁，那这些都是象征性的，讲实在话，只要背后有美国，以色列也不太怕这些国家制裁他什么东西。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岑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赖清德的民调直落，可是他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吗？现在他把原因都归咎在他的宣传不力、宣传不到位，所以要加码宣传。我们看到吴宗宪委员就说：“哦，你这个任性特别预算呐，居然有1亿元是媒体宣传费，怎么会这样子呢？你真正补助厂商到海外宣传的费用只占了244万。”中央政府这样子来花钱，谁受得了呢？我们看到你要宣传什么？你要把这1亿元分给谁呢？李慧芝她是行政院发言人，她就讲说，因为独居老人很多啊，在我们台湾那偏乡啊，资讯落差啊，所以宣传方式要全盘规划，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到呢，过去你是怎么样补助这些网红，怎么样补助这些侧翼的包括我们看到 YouTuber 志祺77还记得吗？在726的大罢免之前，他有一片叫做“大罢免争议懒人包”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中性的标题，可是实际上对执政党有利，对罢方有利啊。那个时候已经被唾弃了，所以他被延上那被延上之后呢，他的流量啊、业配啊不断的流失，所以他现在也在求爷爷告奶奶了。他说我没有流量了，没有业配了一直被盗赞所以演算法推不出去，我们很难维持啊。希望大家加入会员。可是观众朋友网络上很多人就在问说，你大罢免结束被波及没流量，你现在要出来要饭吗？而我们如果仔细来看看，很多人是靠着 YouTube 或者是其他的网络的影片做一个自由的创作者我们台湾 YouTuber 最多盗赞影片在 YouTube 上面前5名有4支影片是佳宁，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新闻？就一对情侣分手，他们2个都 YouTuber 那这位女生一直被网友按到赞，那是不是我们看到赖总统现在也一直被按到赞所以他想要挽救，可是他把
柯文哲放出来，可能他每天都要盯着柯文哲讲什么。我们看到柯文哲的延押庭跟裁那一天，其实他有引用了一些话哦，现在媒体都曝光了哦。他引汉书说闺房画眉哦，说你检方侵犯隐私，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手机跟你的亲近远书，你赖出去的对话一定不一样啊！你跟你的太太、跟你的先生赖的内容，怎么可能跟你在公务上面的一模模一样样？他就质疑说，北检把他的手机赖对话一条一条拿来问案哦，所以说闺房之内有甚于画眉者，这是汉书的典故。他批评这是国家机器侵犯隐私。他后来讲说，被搞了1年哦。只有我，而且还没挂的政治人物，当然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说法。可是某种程度我也同意，如果你把所有的人，你不要说赖清德、潘孟安了，任何人的手机拿出来玩一遍，你一定都会看到很多你对这个人的想象不一样的地方嘛。他就呛瞎说，你要不要把小英商号、扁帽工厂都抄一遍呢？所以我们看到赖清德的声望一直不断的跌，台湾民意基金会现在做出来的只有32%。黄耀明说，你的处境尴尬，讲的是赖清德自家人也难救，因为你的声量完全被柯文哲盖过了哦。你所有的专访啦，他给这个自由时报的专访啊，所有的效益啊，通通都看不见了哦。连亲绿的媒体都没有什么在讨论，因为太无聊了嘛。而我们在说的一件事情，攸关我们国家安全，到底台湾我们要备战，怎么备？我们看到最近呢全民安全指引这个实体版出来了，橘色的长这样。第一波发送在北中南的全联3个门市领得到，可是它内容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内容包括共军战时可能会伪装成国军哦，所以这个手册里面告诉大家说，如果打仗你要远离军队的活动就是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网络上就有人说，远离军队这理由可以拒绝征召吗？可能是年轻朋友写的。如果说他现在20岁，那你要我远离军队，我是不是要这个拒绝征召呢？还有另外呢，他告诉我们全民说，战备存粮30天要增加到120天，这个是强化防卫。国防部就说你要筹货、油料、饮用水。天哪，120天，我们家里可能也放不下包括1年期义务役在内的后备战力得以提升，并且整训场囤药、囤弹药，还有保有作战的韧性，包括婴儿奶粉啊、超商啊、配售站这些都会列为战时的必需品。看到这里，很多朋友可能会很紧张，可是对照现实，我们的第一线的战力啊，人的部分不断的在减少。我们来看看，包括国军的志愿役在1年之内流失了6700人，等于蒸发2个联兵旅。我们看到接种就讲，2026年的志愿役的预算员额比起2025年大减了6000多人，将近7000人所以这显示什么？包括中校与少校的飞行官不愿意续服役，现役人数持续增加，所以对我们的战力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来，先请教彬哥。我觉得宣传这种东西，政府应该要宣传起来是最省钱的，因为政府常常你行政院啊，或总统府开一个记者会，所有的媒体不是都会报，你为什么要这么多宣传费？我觉得很奇怪。你说什么偏乡老人什么东西啊，你忘了我们有里长、邻长这种东西吗？你直接叫他们去跟他讲一声，不就结了吗？而且说真的，台湾现在这种特殊状况的人，当然有多到需要你编1亿的预算去做这件事吗？我都觉得你光是要发给我们1人1万块钱，就你要编10亿去做作业，这整个作业手续我都觉得太贵。所以我们的钱到底是怎么花的？我一直觉得很奇怪。那很多人都会很自然而然就会想到，是不是这些钱到最后都流到你们绿油油的口袋里头？你们是不是把这些钱都拿去养你们的网军，拿去养你们的1450？像志祺七七，老实说，他那个大罢免懒人包，为什么被大家骂了个半死？为什么倒赞比按赞的还多？因为很简单，他表面上假装中立，可是呢，他却引用了一大堆站在执政党，也就是站在罢团这边的立场资讯，可是对反罢方的资讯，他就稍微带过去而已。然后他引用了甚至所谓的外国媒体报道，就搞了半天，根本就是徐家清的老公啊这些人。那你一开始收集资料就如此不中立，你怎么可能做出中立的东西？
那不中立也没关系，你就告诉大家我不中立，我就挺绿嘛。他又不要，他一直说我是中立的，我没有任何那个这种想要偏颇的意思，都是被人家断章取义。然后现在又出来喊说，哇，流量掉很多啊，业配都没啦，然后叫大家赶快加入会员。我告诉大家不要被他骗，为什么你知道？他流量有没有掉？有。你知道他5、6月的时候流量冲到5、6千万一个月，你知道他现在多少吗？2000多万，2000多万流量你还嫌不够多啊？你到底要多少流量，对不对？所以他的流量其实比一般的 YouTuber 多太多啦。然后你现在还要人家加入你的会员，还要想尽办法去跟人家要钱，够了没有啊？你已经赚了很多了，好吗？不要再用这一招了吧。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些人就是来赚钱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老实讲，柯文哲他会有感而发，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很明显嘛，检方就去搜他家了之后，把一些该收的不该收的全部都把他抓起来，然后呢，我们大家全台湾都亲眼看到，就是一些跟案情根本无关的东西。包括柯文哲喜欢看什么写真集啊，包括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资讯，有的没的，你们全部都给了媒体，谁给的？现在北检说不是我，那请问一下，总不会是柯文哲自己给的吧？那请问一下，到底谁给的？这种资讯为什么会流出去？北检到现在没有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啊。那同样呢，我觉得柯文哲讲的很对啊，你赖清德、蔡英文、徐国勇，你们的手机要不要公布给大众看一下？看看你们里头有没有珍藏什么写真集，还是什么特殊影片，口味会不会很重？所以我觉得他其实遭遇的是一场人格毁灭战，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司法攻防。所以在台湾的司法会演变到现在这样，是非常恶劣的一种程度。然后呢，赖清德经过2场大败，完全不思反省，他以为他自己，你知道柯文哲被交保当天，他居然就做了一个，就同时刊登他的专访。他以为这样子好像可以跟柯文哲别一个苗头，结果大家几乎没有人去看他的专访。很抱歉，我有看，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评论这些东西，我必须看。你知道为什么连绿营媒体都没怎么报？因为内容乏善可陈，无聊的要死，还是把他过去讲那一套翻来覆去再讲出来。那你根本就不打算改变，那你做这种专访有什么意思？毫无意义可言嘛。那当然，你的民调也就救不起来，这很正常。那说到这个全民安全指引，我就不懂，我们这几年一直拼命在做这些东西，它到底有什么实际的效应？如果你要告诉我们台湾真的快打仗，你就明讲。然后你明明希望大家这样想，可你嘴巴又不愿意这样讲，然后做这种不伦不类的这种东西，你叫他遇到军队的时候要去找个没有窗户的房屋，你找给我看，在哪？在哪？那没有窗户的房屋在哪？可能是仓库吧。对啊，所以这种东西这么好找，你找给我看啊。台湾现在不像我小时候，台北到处都有防空洞，现在早就没有了。那请问一下，我去哪里生这种东西啊？然后我老实说啦，如果都已经严重到解放军可以穿上国军制服进行渗透的时候，台湾已经差不多了。讲实在话，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还弄配送站啊什么东西？请问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弄了1000多个配送站，请问一下居民要怎么过去拿东西？大家自己去看加萨走廊，那些配给站，每次卡车过去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很多人就直接变成以色列的火把？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吗？以色列每一次都专门等这个时候再开枪的。那请问一下，台湾民众也必须要面临这种惨况吗？所以你到底有没有真的为老百姓去想？你做这些东西到底在实际上可不可行？真的能够保障人民的生命吗？还是根本只是你自己在那边随便幻想的东西？所以我真的觉得这非常可怕。那至于我们兵力现在会减少啊，很正常啊。不要说可能快要打仗了，光是你一个加薪都黄牛了，是你愿意继续留下来做吗？我当然能跑就跑啊。一个没有诚信的政府，谁要为你卖命？将军，这个全民国防手册是自欺欺民民众，然后但是欺不了敌人的一个手册根本就是一个笑话。为什么我讲这种笑话？现在你说，大家小心不要这个解放军伪装成国军。那今天
你可以把国军、陆军、海军陆战队跟空军有穿迷彩服的空军步兵、机场警卫旅，你把这3件衣服拿给请我们这个国安会3位副秘书长，请他辨识一下哪一个是陆军的，哪一个是海军陆战队，哪一个是空军警卫旅的制服。我想连他们3个都分辨不出来。如果说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来讲的话，那你更何况说是叫老百姓怎么去分辨？那第二个，你说，因为上次我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我讲过嘛，你怎么去分辨老百姓怎么去分辨国军跟这个解放军都是穿个军服，他分辨不出来。那他们现在好像这个听到我的建议，就把这一段拿掉，现在改成说，远离军队，那更好笑了。你知道战时的时候，战时是犬牙交错的，敌我是犬牙交错。第二个来讲的话，是经常一栋大楼来讲，经常攻守易位。今天你攻到了，可能下个钟头敌人就攻上去了。那你怎么知道敌军在什么地方？你知道我们经常这个军人来讲作战，第一个讲究的是从拿破仑开始就讲的是有一句话叫战争之雾啊。什么叫战争之雾？战场上面你根本就是不晓得是什么状况，跟在雾里面。所以我们这个下达作战命令，第一件事情是，第一个一定是告诉所有的官兵什么部署来讲的话，敌人在什么地方，敌人现在在做什么。第二个要讲的是我军在什么地方，我军现在左右邻兵是哪些人。我想说，这个当过兵的你下达命令的时候，班长下达命令也会跟你讲嘛，左边是第1伍，右边是第2伍，对不对？这个防守区域从哪里到哪里，你一定要让阿兵哥都清楚，你才知道友军的位置，才避免误击。然后战争的时候也一定是犬牙交错。那你叫老百姓，你说，远离这个军队所在的位置。我试问一下，哪边是军队他不所在的位置？那你现在先请你讲，请你先告诉我哪边。我们自己国军也不会去，敌军也不会去，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那会不会是今天是我们国军占领的位置，明天就变成解放军占领，后天又变成我们共军又占领了这个位置？所以说，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欺人但是欺不了敌人。为什么欺不了敌人呢？因为敌人来讲，他有无线电啦，他有通讯联络的手法，甚至他可以用现在来讲，用 AI 的技术，让所有他底下的每一个官兵都能够掌握到敌人、我军还有他们自己本身军队每一个官兵的位置。但是我们自己军队都很难做到这一点，那你怎么去要求我们一般的平民可以去辨别说敌人在什么地方？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战备存粮到120天以前有这样做过我想我跟赖老师，我们入伍的时候都吃过那种米我们叫做陈旧的米。就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刚读军校的时候吃不到很新鲜的米，都吃旧米，那是战备囤粮的米来吃。那时候那里面都已经长米虫啊，或发黄发霉的米。那时候为了那今年刚收成的米都囤积在那边。那试问一下，是不是要求我们所有的老百姓将来吃这些米这样？如果你叫老百姓要囤粮120天可以啊。大家囤粮120天，问题是120天以后不打仗以后，这些米怎么办？这些水怎么办？是不是就要丢掉、要倒掉？这都是一个问题。你不能说是这么简单的这种一句话就能够招呼过去。再来，我们讲说是你说这个用当做配销站这个全民的这种超商当做配销站，暂时怎么可能还会有民众有商人会在那边卖东西嘛？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那我看里面还有一些更离谱的事情，说什么？你如果说不晓得怎么样去扫 QR code， 你在那种状况下还可能有电吗？还可能有网络吗？还可能去扫 QR code 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台湾来讲，如果说是防卫作战，最好是避战。如果一旦，那你今天会弄这个全民国防手册，我老实不客气讲，为什么？这真的是国防部这个国安单位居心叵测。为什么要教老百姓这些呢？就是准备要打城镇战嘛，你就准备叫全民全部在战场，全部在城镇里面做战场，所以你现在才会指导全民怎么样在战场的时候怎么样去应付。这很明显叫全民去当这个炮灰全民当做人肉盾牌。那我个人认为是极力的反对了。我觉得战场上面来讲的话，最好有人道走廊的开设，有人道区域的开设，让这些无辜的老百姓可以避开，不然的话真的是伤及无辜，让全民遭受这种炮火的洗礼，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不人道。赖老师，赖清德的曝光率不会低了，因为他只要出来讲话说希望大家给他鼓励，那马上就会成为新闻了嘛。只是说他的新闻会被做成为一个被嘲笑、冷嘲热讽的这些短视频或者梗图然后他又提到了，例如说他要去看淡江这个大桥的合龙，然后马上又有新闻出来，然后大家就说
最亲民的赖清德。那你想想看，他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被嘲笑的，所以我觉得他的曝光率、曝光度不会低。但问题就在于，老百姓看到他不爱、不喜欢、讨厌、厌恶，然后越来越强烈，几乎主动的都在帮他做负面的宣传。那他应该要检讨反省的是，为什么他那么让台湾的年轻人那么讨厌？我觉得赖清德真的要想的这一点是，为什么几百万的年轻人那么讨厌你，甚至连深绿的也对你都有意见了。我觉得这个才是要真正的去深刻检讨，而不是在从宣传上来动手脚啊。宣传上来动手脚，我们就会高度的怀疑有图利特别对象的嫌疑，图利特定网红，图利特定的宣传机构，图利特定的媒体机构，我觉得这个嫌疑就很大了。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刚刚谈到所谓的全民安全指引这个手册，有必要印手册吗？这个请问一下，第一个谁会去拿这个纸本？纸本这么贵你印的时候花这么多钱，谁会去拿纸本？纸本拿回去以后放在家里，谁会去看？然后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谁会去翻？更何况，如果真的战时来的时候，断水、断电、断网、断瓦斯，所有的都断了，你应该要假定什么都断的情形下，你家里囤米没用啊，因为你没有瓦斯，你没有电，你没有水，你连排泄物都排不出去，你还怎么去煮饭呢？我觉得你应该要设定一个最严峻的一个状态下，然后连超商也都断了，物流也都不顺畅了。那么货物也供应不进去了，电冰箱不能用了，你东西蔬菜水果都会烂掉。那你家里恶臭不堪的情形下，你该怎么办？你如果在办公大楼，它的窗户都是密闭式的，而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瓦斯，什么都没有的，然后连空调都没有，那在这个大楼内的人怎么生活？怎么过日子？你要做的是这一些状况。另外，战争一旦爆发，民众的疏导还是你的重中之重啊。最后一个，飞行员是老问题啊，因为这是他最关键的时刻。中校跟少校的飞行员是作战力最好的，而对于他来讲是换跑道唯一的最关键的时刻。如果他在这个时候不换跑道，他之后就没有机会换跑道了。那你没有办法留住这些飞行员，那你就是看的这些成熟的飞行员就离开嘛。这么多年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从蔡英文的8年到你现在赖清德，你还是解决不了嘛。你告诉大家怎么解决最实际的问题。这实际，因为他转到民航公司，而且不一定是在台湾的民航公司，他可以在国际的民航公司工作啊，很抢手的，很抢手的啊。这是最实际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赶快解决哦。